外交部网站周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及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而对于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向全球兜售其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多位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的国际学者和政要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自身国内治理一团糟，却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实为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遏制。这种反民主的行径注定不得人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全文约1.5万字，除序言和结束语外，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部分。报告说，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制度层面，报告指出，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在民主实践乱象上，报告列举了国会暴乱震惊全球、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疫情失控酿成惨剧、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言论自由名不符实等具体现象。报告指出，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时表示，美式民主的堕落，首先是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的堕落造成的。世人永远无法忘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疫情期间宣称注射消毒剂可治新冠的愚昧无知举动。郑永年认为，当美国无法管理好自己时，就会把责任推给别国。西方为什么现在堕落？堕落就是因为政治精英的堕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什么政体，这个精英负有很大的责任，对吧？或者统治阶层负有重大的责任。当精英堕落了，统治阶层堕落了，这个社会怎么也没有希望了，是吧？所以他表现的就是自己呢又管理不好，又对人家呢没法负责。那更重要的就是他往往是自己负不了责任，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美国民主情况报告还表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周六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更指出，评判一种民主形式好不好，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每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这是中国民主具有强大生命力最真实的反应。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在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时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不应该把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而中国领导层也因此而获得广泛支持。It's very clear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today has a very strong support by the citizens, not the least because it is delivering progress, socio-economic progress, and a better future for Chinese citizens. 外界还注意到，美国主导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即将举行。这次会议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一次空喊口号、推行霸权、制造分裂和对抗的会议，实质是借所谓民主之名搞小集团和小圈子，行遏制打压他国、挑动分裂对抗之实。塞尔维亚前总统博里斯·塔迪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不应该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更不应该打着民主的旗号孤立别国。And I would like to talk with my American friends.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really equal approach to every single country, and to not to put some countries in a kind of isolation. 讽刺的是，就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备民主峰会之际，美国却被国际智库最新报告列入民主现况倒退名单。郑永年表示，美西方内部的危机跟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他们选择把责任推给中俄，这种做法只能是损人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看，过两天他们又要开所谓的民主峰会了，明明西方的民主的这个危机来自内部嘛，对吧？内部危机深刻。他就推给中国跟俄罗斯，自己内部解决不了，就把内部问题外化到外面，对吧？但是最终呢，他还是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使自己问题的更加恶化。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日前也在题为“民主峰会”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的民主能否持久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1年里，美国政府改善国内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在这种背景下还发起所谓民主峰会，最终只会是一厢情愿。好，相关你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吴畏，吴先生你好。外交部网站周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那您对这份报告怎么看？为何选在此时发布呢？是的，同迪，国新办昨天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外交部今天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书，这当然不是巧合，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12月的第一个周末，先后就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进行了分别阐述，前者2万多字。重在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的，是一份自述性的纲领文献。后者14000多字，是一份通过举事实、列数字、论观点的方式梳理美国民主制度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乱象，以及对外输出民主危害性的陈述性报告。仔细对比，我认为这2份报告在撰写的逻辑上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十分讲究民主的实践、民主的本质内涵。比如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通过哪5个方面来推动具体实践的？美国的民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引发了哪些乱象？我个人认为，这种一脉相承的撰写逻辑体现了中国政府想借此传递的中式民主评价观，那就是白皮书里那句。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细读这份美国的民主我发现中方措辞还是很中肯的。第2章节的第1句话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也就是说，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并不是在全盘否定美式民主，而是提出我方观点，那就是美式民主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异化。当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当一人一票被少数精英统治、沽名钓誉，当权力制衡走向否决政治的极端，民主就只剩下形而上的空壳，沦为横切阶级、纵切身份、挑唆对立的育民之术，其实质已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寡头政治。那么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与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的用意是什么呢？民主可以是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又是无比具体的每一个选项。我们能够抛开国家禀赋、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等诸多客观因素，去形而上的抨击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不民主吗？显然不能。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自诩手握民主的金标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玩着排他性的民主论证游戏。这种凭借优势话语体系与庞大传媒机器进行的洗脑式攻讦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一方面源于民主概念的复杂性，也源于民主被工具化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这个时候，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的一段论述就显得格外珍贵了。是这么说的：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弊病丛生，甚至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
人民流离失所。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先后抛出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情况2份重磅文件，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一个论民主的多样性与自我改良的议程。我们用社会主义民主雄辩地证明了民主的多样性与有效性，也用美式民主的异化诚恳地指出对方正在面临的问题。倘若几天之后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真如美国国务院标榜的那样，所谓提出振兴民主复兴的积极议程，那么大洋彼岸自诩灯塔的美国就应该真诚谦虚地就其民主面临的问题进行客观检讨，并聆听来自各方的建议。反之，则进一步证明这场打着民主旗号的峰会不过是又一次妄图将自身问题转嫁于他国，将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而非问题本身的自欺欺人式的表演。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